今天的话，我已经玩上了飞牛 NAS 的这个操作系统，我算是跨界吧，因为我没有 NAS。我这个飞牛 OS 是怎么创建出来的？是通过虚拟机软件虚拟出来的一个飞牛 NAS。回头的话再去跟大家细讲这个怎么通过虚拟机虚拟化出来。那今天主要来讲飞牛上如何免费的内网穿透，可以跟科技烂的脚本无缝衔接，因为飞牛的底层它是拿 Debian 来做的，是完全适配。这个呢就是我用域名来访问的我的飞牛，大家是需要这样操作的。我们这边选择 SSH， 默认是22端口，这就是给我们开了一个新的大门，就是终端命令行空间来去做内网穿透。这边呢选择开启 SSH 以后，我们需要通过 SSH 工具比方说我用的这个 Telemuse 连接，像玩 NAS 老鸟或者玩 VPS 的小伙伴应该都是知道的。这一台 NAS 的内网的 IP 给它起个名字，我们默认是22号端口，这块是你的用户名，就跟你飞牛 NAS 登录使用的那个用户名是一样的。飞牛 NAS 登录用的密码 SSH 和外部页面他们共用的一套用户名和密码。我们点击登录，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命令行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有个美元符号，这表示普通用户，所以我们要提权我们 sudo 这样的空格杠 i 全提起来，提成 root 权限，好吧？这块呢你再输入一下你刚才的登录密码，登录完以后呢，你就变成 root 了，变成井号了。井号就代表你的所有权限都已经打开了。科技烂点 sh 来到这边呢，你可以复制这个链接回车。我们可以选择看一下它的系统信息，它是基于 Debian 的 Linux 内核，也是比较新的，虚拟出来的。它用的是 i5-12600KF。现在选择11。直接选择56，现在是未安装状态。我们先找一台云服务器，硅谷的云服务器我们这边呢直接输入 K， 我们这边呢选择11，选择55，我们选择1进行安装。我们直接这块要记录下来这个服务 IP。回到我们的飞牛 NAS， 我们选择1，这时候我们就把刚才这个 IP 复制进来 ，Talking 在这块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，好，这样的。这边我们飞牛 NAS 是走的它默认的 Docker 源去拉取 Docker 镜像。那现在呢我们就已经配对成功了，选择4，然后我们的服务呢就叫 Web 飞牛 Web TCP 默认，本机默认，这块呢我们就给它飞牛的5666，然后我们访问到外网的就是5667这样的。这加了一个对吧？我们先不着急，我们再加一个 SSH 也可以反带出去。然后依然回车，这块我们填22，因为是内网 SSH 连接端口，你也可以改成任何的端口，你自己定义。2个以后呢，我们回到硅谷的这台机器，此时回车一下，5622和5667全都已经映射出来了那大家访问这个公网的 IP，你就可以从外网公网来访问你家里的这个飞牛了。然后这一步呢只是 IP 加端口来访问，其实并不安全它这边是不安全的，所以我们要用域名，在阿里、腾讯、华为或者海外去买一个域名。然后我们现在搭建的呢，硅谷就是海外的云服务器，个人建议你用海外的域名来去操作这件事情是比较顺畅的。国内域名的话是需要备案的。那我现在呢就是已经有域名了，我们直接选择这个5，内网服务域名化。域名访问，域名解析到这个 IP 上。我这边呢都是托管到 Cloudflare 的，我们拿这个给大家做演示。然后我们这边呢选择 SSL TLS， 先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完全严格，如果不是，你在后面设置一下。我们点击 DNS， 这边我们需要解析域名，添加记录，给它一个飞牛 OS， 那最终的一个效果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回到这边，把我们刚才这个硅谷的 IPv4 地址复制进来，让这个域名和这个 IP 关联，然后你把这个复制一下。你的 VPS 呢离得比较近，性能比较好访问速度比较快的话，我建议就不开代理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然后这边选择1分钟，我们点击保存，
这样呢，我们就解析了一个飞牛 OS 前缀的域名，把这个域名复制进来。然后这块呢，你要给它什么端口，反向代理这个5667，然后它就会自动进行一个反向代理。这个是在我们的 VPS 上有公网 IP 的那台机器上，就负责把端口反向代理成域名。我们现在看到它已经反向代理出来了，并且它已经把 IP 和端口访问权限给屏蔽了。别人用任何扫描工具来扫你这个端口都扫不到了，就已经访问到我们的飞牛 NAS 的登录页了。依然输入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，然后我们点击登录，这样我们就内网穿透，并且用域名的方式来访问了。这个的网速取决于你的 VPS 的一个带宽和性能，跟本地唯一的区别就是稍微有点延迟。那我们有了 SSH， 我们怎么能访问呢？有可能你在公司添加一个新的公网的 IP， 远程飞牛5622，飞牛账户密码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用远程飞牛这块连上了。这块呢是会有一些繁琐，是因为飞牛处于安全性的考虑，所以一定是这样的。当你变成 root 变成井号，才表明你真正有权限去处理一些事情。任何的应用，就飞牛原本它都没有的，这些你都可以去装。然后我们选择导航页签就是在 NAS 上比较常用的。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让它去下载安装。这边呢，我们不是5566了，是我们刚才的这个3309，这样的我们就进来了，点击登录就有了。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些你喜欢的不同样式，你都可以去加。这个相信有很多小伙伴应该比我熟。3309我们记下来，我们依然选择4，依然也让它穿透出去。TCP 的。一般来讲，大家都用 TCP 的。本机30098080，你可以这么玩。好了，现在有3个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刚才断了吗？是因为我这边一旦重启 FRP 客户端，如果你是从外网连接的话，因为你也是穿出来的，所以你的终端也会断，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有3个服务都在外面了。这个服务呢，我们可以去访问一下端口，看能不能内网穿透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同样也是可以穿透出来的。用户名密码，我们在硅谷这台机器上00，先查看一下状态看看它加进来没。我们已经发现它已经穿出来了8080，然后我们依然再去解析一个域名出来。Cloudflare 这边 sPanel 依然是这个公网 IP 把这个复制一下，然后给它1分钟，这样的，把你要反带的这个域名填进来，然后回车，然后我们给它这个端口8080就是我们这个导航站，这样的让导航站也用域名方式来访问，这个域名呢也 OK 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穿了2个，然后我们这个 SSH 不能做域名因为它不是 HTTP 的这个服务，所以我们只能通过 IP 加端口进行一个访问。我们有域名了以后呢，我们如何去对这个域名进行一个防护？然后来到主菜单这边选择1031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3个站点，这个站点是哪来的？这个站点是我自己自用的，到时候会自动续签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并入了建站系统，站点的访问日志、错误日志这些你都能看。如果不了解，你就保持默认就可以了。这边呢，我们选择35防护，进到我们的安全防护以后呢，你选择1，先装一下我们的 Fight2Ban。有些小伙伴是知道的，就是防止你暴力破解 SSH， 还有我们的 NGIX， 然后这样呢已经就 OK 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再确认一下7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当前开了几个规则。这边呢就是 SSH 加我们外部服务各种的防御，暴力破解的防御，还有一个 WAF 你也可以打开这边呢选择31，然后去开 WAF。我们 NGIX 定制的这样的一个镜像，全部操作都是在你的云服务器上操作的，结结实实的保护我们 NAS 所暴露出来的所有服务。好了，这2套保险就已经没问题了。如果你已经套了 Cloudflare 的话你可以把 Cloudflare 这个模式打开。因为我没套，我没开那个小黄云
啊，我这边呢就不管了，默认就可以了。选择0，出去36，我们再进一步优化 gzip 压缩，对吧？我们把 gzip 压缩给它关了，我们把 zstd 开起来，反向代理出来的 NAS 的服务依然可以很快速的流畅使用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靠的这种压缩技术。当然你3个可以全部打开，兼容各种场景。但是我个人的话，就开一个 zstd 就可以了。2核4G 以上的啊，你都可以去开这个高性能线程上的一些优化。所以你说这一期呢，其实不光是讲 NAS 内网穿透出来，而且讲穿透出来如何去防御，提升你的访问效率的。前提是你的 VPS 一定性能要好，再做这些骚操作出来的感觉又是不一样。好了，那这就是今天全套的一个内容。如果大家看得过瘾的话，欢迎点赞3连。那未来还会有类似的跟软路由 NAS 相关的一些节目，欢迎大家留守。我们从这一期节目彻彻底底跨界，也可以去跟大家分享在家庭环境下如何更好的去使用你的 NAS， 如何解锁 NAS 的新的技能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